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62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一双361度的超新星 Supernova 1.0 Pro。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这一双超新星 1.0 Pro 的整体外观非常具有速度感，这应该算是361度旗下如果单论外观的话最具速度感的一个鞋型了，起码我是这么认为的。中底搭载了全掌的 Quick CQ Tech， 在足弓处还加入了一块面积以及硬度都非常可观的异形碳板。鞋面分为内外两层，内层使用了普通的针织材料，外层使用了全热熔的鞋面，强度非常高。在这样的配置基础上，依旧拥有着比较不错的重量表现，单只42码，重量刚刚好400克，加上它出色的重量配比，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还是比较不错的。而它的鞋楦属于一个正常宽度的鞋楦，但是我更加推荐窄脚的兄弟们去选择这一双鞋。刚穿上这一双鞋的时候，身为正常略微偏窄脚型的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它的鞋楦很舒适，但是一旦开始打球，就能明显感觉到它前掌上端的 TPU 在你做一些变向动作或者是侧向蹬地动作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顶角现象出现。不知道窄脚的兄弟穿它会不会有所缓解？窄脚的兄弟们，如果你们已经购买了这一双鞋，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们的穿着体验，这个顶角的问题是不是会有所缓解？在尺码方面，它并不偏码，我平时李宁穿42，耐克穿42.5，这一双鞋我选择了42码，在长度方面还是比较合适的，就是侧面的 TPU 会有明显的顶角现象出现，这一点大家要注意一下。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它在实战方面的感受。在大底方面，这一双鞋使用了很多弯曲的线条作为球鞋的大底纹路，在抓地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面可以做到想停就停的水平，即使场地上面有灰尘，对于它的抓地影响也并不是很大，基本上不怎么需要用手去擦拭鞋底，它就能够拥有比较不错的抓地表现，并且它的耐磨水平也还算不错，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读数能够达到65左右，加上它还算比较深的大底纹路，用来打室外的塑胶场地绝对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水泥地我并不是特别推荐，估计坚持不了太久。而它的中底是我觉得迄今为止361度旗下调教做的最为出色的一个中底，全掌的超临界软弹适中，前掌薄，后掌缓震出色。不过它的中底龙骨落差控制的稍微有一些的偏大，穿在脚上有那么一点点前低后高的感觉，在意这一点的兄弟们需要斟酌一下。如果你能够接受它前低后高的中底感受，那它可以提供给你十分出色的前掌反应性以及整体缓震表现。前掌反应性与场地感兼具，在突破的过程中不会有任何的泄力感出现，加上它中底的前插碳板在发力的过程中推进的感觉非常的明显，感觉非常棒。再加上它弧形的大底造型，在灵活性方面也有着十分出色的表现。喜欢变向、喜欢突破的球员，这一双鞋的中底一定能够让你满意，并且它在拥有出色反应性的同时，在缓震方面的表现也同样十分出色，不管是前掌还是后掌的缓震都没有问题。在单纯用脚后跟着地的时候，正脚的感觉也并不明显，整体的中底表现真的非常的棒。但是它的鞋面拉低了整一双鞋的穿着体验，虽然它的鞋面强度非常高，不管你做什么动作，它的鞋面都能够很好的兜住你的双脚，但是它的鞋面舒适性真的不是特别好。高强度的热熔鞋面在跑动的过程中弯折点卡脚的这个现象非常的明显。还有一点就是我前面说的这个外侧的这一块 TPU 会有明显的顶角现象出现。还有最影响体验的一点就是它掉跟的现象，掉跟的感觉非常的明显。在发力突破的过程中，总能感觉到这一双鞋是跟不住你的脚的。如果你特别依赖第一步爆发突破，又经常穿这一种不太跟脚的篮球鞋打球，那出现跟腱方面伤病的概率会比穿其他的篮球鞋要会高一些。这一点是它整一双鞋身上最大的一个缺陷，而且它的掉跟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可以算是我近期穿过的所有篮球鞋当中掉跟最明显最厉害的一双。这是因为它的鞋帮开口做的偏大，后跟也并没有做出像猫舌布之类的增加摩擦的设计，在脚踝处鞋带的布局也略微靠前了一些，这一些都是造成这一双鞋出现脚踝锁定问题的几个重要原因。那如果后续还会有其他版本推出，我希望361度可以尝试着把最后的一对鞋带孔往里面再稍微收一点点，这一定能够大幅度提升这一双鞋的后跟锁定。而除了在后跟锁定方面没有
有做好之外，在前段以及中段的包裹锁定做的都是非常棒的。球鞋中间位置处的动态鞋带孔采用了跟 AG1 Pro 身上相同的一个设计，而这一次的这个设计用在了球鞋的中段，很好的提升了球鞋的中段锁定表现，比之前 AG1 Pro 身上用在球鞋前端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这一双鞋的鞋面舒适度以及后跟锁定是它身上为数不多的缺陷，在其他各方面的表现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由于中底大面积的异形碳板加入，很好的提升了球鞋的整体滚动感，在跑动的过程中，跑动的感觉非常棒，推进感十分的明显。不管你是习惯使用前掌跑动还是全掌跑动，它都能够适配，并且因为这一块碳板的加入，也很好的提升了整体的球鞋刚性。不管你做什么动作，脚底下的球鞋姿态都能够保持得非常好，不会出现夸张的形变，穿它打高强度的比赛也绝对没有任何问题。鞋面的大面积网眼也让它拥有了出色的透气性表现，夏天穿它打球也完全不会出现捂脚的现象，并且较低的整体重心以及外侧从鞋头一直延伸至后跟的 TPU 条，都让这一双鞋在稳定性方面得到了保证，穿在脚上非常的安心，在做动作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B+，这一双鞋的中底调教做的真的特别棒，加上它前插的异形碳板加持，不管是在跑动或者是在突破的过程中，它都能够提供给你非常拔群的反馈以及推进感。但是就是因为鞋面方面的缺陷，让这一双鞋在穿着体验方面扣掉了不少的分数。那如果能够把鞋面的问题给解决掉，这一双鞋我会给到它 A+，甚至是更高的评级。它的中底调教做的比拥有近似配置的预帅13泵或者是14泵更加的适合后卫。那如果单论中底，它就是现今配置最高的、体验最好的国产后卫鞋。但是如果要说整一双鞋的体验，那它在一些细节方面或者说是舒适度方面的把控还需要多努力。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